近年来 BRICS 货币的讨论逐渐升温，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正寻求通过经济合作来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讨论话题是创建一种共同货币。随着金砖联盟的扩展和经济压力的加剧，关于共同货币的讨论获得了新的动力。在最近于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官方 BRICS 网站发布的多张图片显示，一枚象征性的货币被呈递给俄罗斯总统作为当前金砖国家主席。这一形象引发了关于潜在金砖国家未来货币的猜测，是马上要现世新的货币，还是金砖国家要开始大力降低对美元使用的依赖程度？那在探索新提议的纸币及其意义之前，重要的是要审视为什么金砖国家正在寻求美元的替代品。其实这种驱动力源于经济和政治考量，因为成员国旨在保护自己免受外部美元波动的影响，加强集团内的贸易联系，并在多极化全球经济中对其金融政策拥有更大的控制权。美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角色深植于二战后的经济重组中，尤其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一关键事件不仅确立了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还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以促进汇率稳定和金融复苏。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互补但不同的视角设计了这一体系。凯恩斯推动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货币银行，而怀特则提出了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并可与黄金兑换。最终后者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将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的固定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随着国际贸易的激增和美国经济稳定，吸引了储备货币投资。美元在1950年代获得了进一步的力量，到195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全面运作，使各国能够以美元结算国际交易。然而，该体系面临挑战。在1960年代，美国的赤字和黄金流出对其黄金储备造成了压力，持续上涨的通货膨胀也给美元施加了额外压力。对此，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结束了美元的黄金可兑换性，将美元转变为浮动的法定货币。尽管经历了这些变化，由于全球对美元在贸易和稳定性方面的依赖，美元的中心地位依然没有受到挑战。然而，最近的地缘政治变化和经济战略使 BRICS 国家开始探索创建一种货币，以提高贸易效率，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尤其是在面对经济制裁和贸易不平衡时。这些问题对一些成员国如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尤为显著。近年来 BRICS 经济体在 GDP 方面已超过 G7 国家。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现在占全球 GDP 的31%以上，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力。这些国家约占全球贸易的16%，并涵盖超过40%的世界人口。这种经济实力使 BRICS 国家采取去美元化的措施，例如中国与巴西之间的最近协议允许以本币直接贸易，从而消除了美元作为中介的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货币兑换风险。BRICS 货币的潜在优势包括简化内部交易以及提高经济自给自足，这与去美元化的更广泛趋势相一致。BRICS 国家已经采取了以本币进行交易的措施，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巴西与中国以及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BRICS 货币的潜在结构可以是单一货币，或是与每个成员国的经济贡献挂钩的数字货币单位，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关于是否将这种货币与黄金或其他资产挂钩的想法仍在辩论中。一些人主张以黄金作为支撑，以提供稳定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绑定黄金的货币可以保持灵活性。BRICS 国家希望通过避免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机构来增强经济独立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构偏向于西方利益，对美元的重度依赖使这些经济体在面对美国政策变化和制裁时变得脆弱，正如俄罗斯被排除在 SWIFT 之外，以及与乌克兰冲突相关的其他制裁所示。通过促进本币贸易或创建 BRICS 货币，这些国家希望增强自身的经济自主权。如果以本币或共享的 BRICS 货币进行跨境交易， BRICS 内部的贸易将更加顺畅，
减少与货币兑换波动相关的成本和风险，远离美元的举措将简化交易，特别是在近年来 BRICS 内部贸易不断增长的背景下。BRICS 国家之间以本币进行的双边贸易协议展示了不依赖美元交易的好处。全球范围内，美元的主导地位可以导致美国对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去美元化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使 BRICS 能够促进一个多极化的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权力能够更公平地分配，这也将使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BRICS 国家认为这是在多极化世界中早该实现的。美国与某些 BRICS 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促使这些国家寻求替代方案。这种多样化被视为对未来潜在经济制裁和美国及其盟友贸易限制的对冲。随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家对 BRICS 联盟的兴趣不断扩大，这进一步减少了对西方控制的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依赖。BRICS 国家认为，依赖美元使他们暴露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之下。例如，当美国提高利率时， BRICS 国家通常会面临更高的债务服务成本和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可能会为他们自身的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稳定性。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知道的 BRICS 钞票的信息。以下信息主要来自俄罗斯国有新闻机构和广播公司 Sputnik。 在俄罗斯的基拉奇镇生产了1000张面值为100 BRICS 的纪念钞票，以迎接2023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BRICS 峰会。在最近的喀山峰会上，普京总统接受了其中一张象征性的钞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称其为准货币，强调它代表了 BRICS 国家之间的合作精神。钞票的正面突出显示了5个创始 BRICS 国家的国家符号和国旗：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反面则显示了与 BRICS 相关的其他国家的国旗和名称，如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以及其他潜在的盟友。钞票上的每一幅插图都是精心手绘的。这张钞票的创意来自于基拉奇排版公司的创始人和叶晚·菲奥多罗夫。他设计这张钞票作为礼物，以表达他对 BRICS 目标的支持，如国际合作和多极化框架。菲奥多罗夫解释说，正面旗帜的圆形排列象征着 BRICS 成员之间的平等。他将这张钞票描述为一个概念模型和新兴多极化世界的象征，并指出有意义的变化往往始于象征性驱动。此外，他还确保 BRICS 钞票包括复杂的防伪特征，类似于标准的俄罗斯钞票。菲奥多罗夫还赞扬了设计师尤里亚科夫，他参与了超过10个国家的货币设计。雅科夫曾帮助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货币和越南前领导人的越南盾设计过肖像。然而，普京总统澄清，虽然共享 BRICS 货币的想法已被讨论，但目前没有立即实施的计划，强调了谨慎对待的必要性。大家觉得今天这条影片有价值的话，请点赞分享。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